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抛却成熟标签，一句萌萌走开，揭穿娱乐圈角色设定套路，这才是顶流的手段。娱乐圈这点事儿，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就一条，谁更像人，谁就更容易火。迪丽热巴这条小视频，我刷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一个词：不讲武德。咖色吊带纱裙，大波浪卷发，妆容是那种红毯级别的，走在颁奖典礼中间都一点不违和。镜头推进，御姐脸，气场写在五官上，不用开口都自带别惹我，我很贵的效果。然后她下一秒直接把自己拆了重装，双手捧手机，身子往前一探，眼睛往镜头里黏住，那句如果你撞到我，我就这样萌萌的走开，还带着奶音，歪个头，动作小到不能再小，却把整个人从红毯女王瞬间变成楼下奶茶店小妹。我手机差点没拿稳，视觉神经被人按了电门的感觉。这种反差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，热巴能做到，因为她骨子里有那种不设防的松快劲儿。很多明星端着，生怕崩了人设，他倒好，主动把架子拆了，露出底下的日常生活气。说白了，内娱这些年造神造太多了，观众早腻了。大家想看的是活人，不是纸片人。谁更愿意把自己当普通人来展示，谁就更容易让观众买账。这条视频能火，不是偶然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行业里那些还在硬撑的精致面具有多尴尬。而更绝的是后头那段花絮，白衬衫配牛仔裤，黑框眼镜往鼻梁上一架，整个人僵尸上班族即视感，手里还拿着拍摄道具，一本正经的复盘刚才怎么萌系表演。那股子业务讲解老师气质又跟前面完全不一挂。说实话，这种反差，普通人玩出来是尴尬癌，放他身上就变成了专业演员在玩短视频。你看啊，热巴这次玩的是啥？说穿了就是3个字：反差感。而我就纳闷了，现在的内娱怎么大家都开始靠反差混饭吃了？从肖战在舞台上拽酷的，一到综艺就抱着指头啃的那叫一个认真，被粉丝做成动图循环播放。到一堆男团小孩舞台上视分为王，下台就开始抢小零食。2025年娱乐话题那个数据摆那儿，明星反差感相关话题传播量比常规营业高52%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赤裸裸的流量真香定律。说到底，观众就是吃这口意料之外。以前看明星，图一个高高在上，完美无瑕。现在互联网把距离拉平了，大家天天抬手就能刷到艺人生活，反而对那种装修的太精致的完美人设审美疲劳，老想着挖点人味儿出来。看他跟咱普通人一样会犯傻，会幼稚，会嘴馋。说白了，谁能把我其实也就这么个人大大方方摆出来，谁就不容易掉粉。热巴这次搞的萌系反差杀，厉害的地方在这，他不是临时起意想着要不我卖个萌蹭个流量，而是把这几年来在那些综艺片场里自然冒出来的小幼稚给挑出来，打了个包，做成了一种展示。细翻他以前的花絮，三生三世枕上书里的凤九，高冷狐狸，红衣一穿，眼尾一挑，冷到你感觉能给你冻出3室一厅。但到了花絮里，他抱着个狐狸玩偶，蹲角落里啃苹果，嘴巴鼓得像只仓鼠。还有综艺，刚提2桶水和男嘉宾杠立起，一副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硬刚样子。结果下一秒看到小动物，那声线直接拔高8度，蹲地上喊哎呀好可爱，也不记什么形象了。这路数新吗？也不算新。就是这次这些短视频，把他私底下那面像浓缩咖啡一样，直接给你端上来了。
观众为什么买账？说实话，大家活得都挺累的，工作日被 KPI 追着跑，回家还得假装情绪稳定，刷个短视频，谁想看个美女365度无死角端着？端着的人太多了，大家自动就划走了。反而是谁敢于当众幼稚一把，谁就更接地气。热巴顶着美艳御姐这个标签，突然说自己萌萌的走开，那感觉就像你们单位那个平时穿高跟鞋踩着风的女领导，有次团建喝多了，抱着麦克风唱儿歌，你说能不炸吗？不过，明星跟风追反差人设，基本是个高危操作。眼看着热巴凭反差萌出圈，不少艺人估计盘算着，那我也搞一个吧。危险就在这里，反差能成立，前提是2个字：真实。你天生闷葫芦，非要在节目里装疯卖傻当搞笑担当，出来的效果不是反差，是尬。屏幕那头的人又不瞎，演的和真的，一眼就能分出来。热巴这次萌的不招人烦，是因为跟她平时露出来的性格对得上。她受访反应慢半拍，玩游戏嘴快过脑子，说着说着自个儿笑场。你说她卖萌营业吧，她那股子不好意思又想逗大家乐的劲儿，藏都藏不住。观众反而觉得，有点可爱。还有一个很多人没留意的点，节奏感。反差这玩意儿，偶尔来一次是惊喜，天天搁那儿晒就成了，你就靠这个混饭吃是吧？头一回看御姐变小奶猫，弹幕刷得飞起，刷到第10个装可怜的视频，谁都得嫌腻。人设不是菜单，你不能今天想猎奇就整个反差，明天数据不好又切回冷酷专业。热巴那条视频24小时点赞破800万，抖音话题3天破10亿，这数据放哪儿都够吓人的。但你回头翻翻他之前的内容，长期还是以工作花絮、剧宣物料、杂志拍摄为主，偶尔插一条这种萌系反差杀，这个频率是观众最舒坦的，知道你有这一面，但不会被你拿来当流水线产品反复榨干。话说回来，我最感兴趣的是，这事儿其实悄悄搅了一下面子工程这口大锅。以前大家给女明星贴标签，基本就那几个模板：御姐、甜妹、国民初恋、邻家大姐姐。标签贴久了，人就跟超市货架上的瓶装饮料似的，一眼知道这瓶是加糖的，那瓶是无糖的，喝来喝去就那味儿。而热巴这条视频，把御姐也可以很幼稚这件事摆在台面上了。你看啊，她没有说我要从此转型当萌妹子，也没彻底丢掉红毯上的那种强气场，而是让大家看到她可以在几个状态之间自由切换。这个在我看来，比流量更值钱。这是一个从被标签化往去标签化走的小试探。娱乐圈的人设翻车案例多的能塞满一个回收站。那种标榜零偶像包袱耿直 boy 的，私下里对工作人员横眉冷对，偷拍一爆瞬间打脸，那种天天喊我就爱素颜的，被路人偶遇时发现滤镜拉满，抹皮开到亲妈都认不出。观众对人设俩字的信任，早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你这时候再端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，大家第一反应不是崇拜，是冷笑。先等等，看他哪天露馅。反而是热巴这种正儿八经承认自己有点幼稚，有点搞怪，越看越觉得舒服。对，舒服。因为真实的人本来就不统一，谁还没有点自己都嫌幼稚的小癖好？有人爱啃指甲，有人喜欢跟猫说话，有人半夜突然想跳一段土味舞。明星要是把这一块遮得严严实实，观众就觉得他们离人味儿远。你说说，这多别扭！我身边好几个做品牌营销的朋友，这2年开会总结爱说一句话：从人设营销走向人格营销。听着玄乎，其实跟热巴这条视频表达的是一回事。你不是卖一个完美模板，
而是让大家看到你这个人有很多面，有优点有缺点，有高光也有小蠢 moment。观众会挑着爱，爱得更持久。有人问，明星是不是就该无限放大真实？这个不现实。说句公道话，人家是公众人物，有自己的边界和隐私，不可能把全套生活摊开给你看。关键是愿不愿意在可控范围内松口气，别老绷着那根人设神经。热巴这条视频呢，就摆了个姿态，我给你看一点点真面目，但底线我捏着。所以啊，这波萌系反叉杀，流量吃爽了，讨论也热闹，但我瞅着最带劲的是观众变了，大家不再只刷她好美，开始说她好真实，好会玩，懂观众喜欢啥。评价维度一多，人就的立体，娱乐圈反而有点像正常行当了，不是谁脸好谁通吃。说到底，顶流的魅力不该锁死在滤镜那层皮上。谁能让人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条胡同口见过，只是稍微闪亮点，那才叫活在大伙心里。热巴这次把御姐壳晾一边，露出点小幼稚，算是替人探了个路。后面谁想跟行，别超成流水线，真就完了。观众呢，该笑笑该磕磕，别太当真，也别逮着一点瑕疵就上纲上线。谁不是从装成熟跌到承认自己也挺幼稚的？娱乐圈要是多点敢松弛敢自黑的，少点端着不放的，咱刷视频的心情也能舒坦些。行了，扯这么多，还是那句，红毯上艳压，短视频里软萌出圈，二者能兼得，这才是高手。别问为啥一句萌萌的走开能让人刷到停不下来。人类啊，最扛不住的就是美人放下架子，真醉了也真挺好。